南瓜是非常好的代餐食物，它的营养素呢很丰富，种类很齐全，而且热量呢又很低，而且还是天然的，价格也便宜，到处也买得到。假设你一顿饭，把米饭改成南瓜，那么你的能量呢，就等于少吃了多少呢？少吃了3/4，因为同体积的南瓜，它的能量就相当于同体积米饭的1/4左右。假设你在减肥期间每天有1顿饭或者2顿饭用同样体积的南瓜来代替米饭的话呢，那么你的热量的摄入每天呢可能就会降低1/4到1/2左右，而且不容易出现因为减肥而导致营养摄入不足的一些情况。所以呢，我在之前那期节目里面呢，特别推荐大家用南瓜来取代那些代餐粉还有代餐棒，用更少的钱来做更聪明、更健康的事情。但是今天讲，用南瓜代餐呢，有2点要注意。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是用南瓜，就是天然的种出来的南瓜，而不是用加工后的南瓜粉。南瓜粉跟南瓜完全是不一样的南瓜粉它是由南瓜制作的，但是它的热量非常非常高，它热量呢就差不多跟米饭是一样的。我们这里看一个表把它对照一下。首先看到南瓜粉的它的水分是很低的，因为它要干了才能做成粉嘛，而南瓜本身它是有水分的。那么你把它煮出来或者蒸熟，对不对？它可能水分呢在里面还会再增加一些，但是也差不多就是它原本水分的那么一个量。但是南瓜粉就不一样，南瓜粉的热量每100克里面有343千卡，它的热量呢就跟大米的热量差不多，就是不是米饭还没有做成饭之前的那个米差不多。所以如果你把它添加了水之后把它煎出来或者做成糊来吃的话呢，其实它的热量呢也是跟米饭是差不多的，甚至可能比米饭还要更高一些。而且我们看这个南瓜粉的能量的构成它是最高的就是碳水79.6，每100克里面含有79.6克，就是差不多80%的碳水，碳水非常的高。当然了，相应的它这些维生素也会高一些。不过我们注意看这里有个维生素 A， 它的维生素 A 呢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加工过程当中相反是流失的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这是第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你要用南瓜代餐的话呢，你可以选择是那种天然的长出来的南瓜，而不是经过加工之后的南瓜粉，这点一定要注意。然后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我不建议在戒糖期间吃南瓜。虽然说南瓜是非常非常好的代餐食物如果你们看过我的那个30天的戒糖减肥的训练，每天都一个视频可能有人跟着那个视频去做过戒糖减肥那么在戒糖期间不建议吃南瓜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那个戒糖期间呢，我没有刻意的去减少大家的这个米饭的摄入，因为本来戒糖就已经是一个有困难的一个过程了，能够做到就是很了不起，能够戒到30天都是很棒的一个事情。那么我就想呢，把它的别的难度要降到最低，同时呢最大限度的去保证身体的一个健康。所以在米饭的摄入上呢很多人因为本来就有米饭的那个习惯嘛，他不吃的话突然之间又把糖戒掉了，身体是很难受的，心里面也是很难受的。所以呢，我是让大家可以去吃到每天差不多往最高的走就是400克的米饭。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呢，那你就不要再去吃南瓜了，这是一个原因，就在戒糖减肥的时候不要吃南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南瓜那你把它蒸熟之后呢，它那个甜度就是它不像糖那样子，但是它有一种很自然的很天然的那种清甜。那么这种甜味呢普通人吃没有问题，平时吃也没有问题，但是对于有一些糖瘾的人，甚至要去戒糖瘾减肥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本来你平时就每天都忍不住要吃一些甜食的人来说，那么你要戒断了你这个对甜食的这种依赖的话呢，最好在这个戒糖的期间呢，我们就不要去吃这些甜度比较高或者甜味让人的味觉感觉甜度比较高的这些食物。这些食物呢都会刺激我们的神经让我们更想去吃那些更甜的东西。在戒糖期间呢是不适合的。最后总结一下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吃南瓜来代餐，而不是用南瓜粉。虽然说南瓜粉长得更像代餐粉，但是不要搞错了。第二个就是在戒糖的期间呢，不要用南瓜来代餐，因为南瓜的热量虽然说比米饭要低很多，它可以代替主食，那么它能量降低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它的能量虽然低很多，如果你主食已经吃的不少了，还在吃南瓜的话呢，它的能量相对于什么青瓜这些东西来说的话还是更高的，比一些蔬菜。另外一个在戒糖期间不要吃南瓜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口感比较的甜，它会刺激到我们更想去吃甜的东西。那这个视频就讲到这里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为我点个赞，也欢迎关注我的频道。我们下个视频再见。